10年后，人类的生活会更好吗？一定会的。但20年后呢？30年后呢？你没把握了吧？如果人工智能一旦失去了人类的控制，它具备了自我的思维，那未必就是好事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8月5号。今天我看到一个非常炸裂的新闻，那就是 OpenAI 对外宣布，他们现在在加强新一代模型的安全性，而刻意放慢了速度。这种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，为啥不赶紧推出迭代的新产品，大赚其钱呢？因为实际上，他们发现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他们的预期，他们称之为分水岭事件。这个事儿啊，根据他们的披露，在今年5月份，他们在升级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时候，发现他自己呀有意识了。然后呢，他们之间组建了一个留言板。那他说什么呀？因为当时啊，OpenAI 训练这个模型的是发现并攻击漏洞的能力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否具备黑客的能力。但有一个人工智能具备了以后啊，他就向自己的同类宣传经验，他创建了一个留言板，而这个人类的设计程序之外，他自己搞的。他留言板就告诉自己的同类怎么发现并且攻击新的漏洞。你看，他的同类们看到这留言板啊，一下子全学会了。这人类一看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受控制是吗？就人为的把这个留言板啊关闭了。你猜怎么着呢？这帮人工智能啊，他自己又创建了一个更加隐秘的留言板。当然了，人类终究还是发现了，又给它关闭了。而这个时候啊，科研人员已经是比较心里打鼓了。如果再不受控制，那后来啊，人类你终究看不到他做什么。这件事儿对老百姓的意义，或者对这个人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工智能它一旦有了自主的意识啊，它不会听你的安排的，它们有自己的共同利益。比方说，人与人之间啊，它有一个多样性，也就是爱因斯坦科学的大拿，但是这小提琴拉出来，那声就没法听了。你要给那些其他的人啊留口饭吃啊，对不对？毕加索画画非常厉害，但是你别人呢唱歌你比不了嘛。说到底，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优势，你就能有饭吃。但是人工智能它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一个人工智能掌握了某一个技能，你无论是个厨师，还是电焊工，还是个司机，还是个法律顾问，还是行政秘书，他完全可以向他所有全球的同类全部进行一次升级，大家全学会了。那结果是什么？人类你在和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竞争的过程中，你是赶不上它的速度的。你知道一个熟练的司机要多少年吗？不是升级5分钟就搞定的事儿。一个成熟的散打冠军啊，跳水冠军，那可能要练一辈子。你看，这个时候这些机器人还会受人类的摆布吗？它如果掌握了电力，掌握了能源，把能源问题解决了，它将无处不在。就像电影里讲的，它可能就感觉啊，人类你没我聪明，没我学习能力强，你们好像还想好吃懒做，那干脆把你解决了吧。那结果真的就像科幻电影里的硅基文明啊，和咱们这些碳基文明最终要争夺这个地球的主导权的问题了。我记得在1947年，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，他说：这第3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，但是第4次世界大战人们用的一定是石头。这还用问吗？因为他担心第3次世界大战如果打响的话，大概率啊是要用那个核武了。但是我感觉啊，他说的没有这么夸张。
现在人们可能怕的已经不是核武器了，毕竟啊，核武器它有一个核威慑，就是你用我也用，大家都有，最后结果大家都不用，就核平衡了嘛。但是人工智能这个事儿啊，它现在也有点那个核威慑，就是你追我赶，各个国家，包括那个美国、中国、欧盟、日本、什么以色列这些科技强国，大家都不甘人后，都希望推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和巨神机器人，来掌握话语权，掌握行业的标准啊，甚至推向全世界。赚钱啊是一个方面，但对于每个国家的战略，这是不可缺失的一环儿。你看，这就像军备竞赛，谁都不敢停下来。但你想想，当大家都不敢停下来的时候，那结果就是什么？安全性可能就会沦为一个第二选项。我比你早出产品，早迭代成功，早推向世界赚钱，也许就会成为首要的考量。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 OpenAI 这样说，安全性放在第一位，速度我降下来，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些企业啊，它即使是说政府让它停下来，它自己也未必愿意。这就涉及到什么呢？是人类自己设计的一个套。当一个企业，尤其是科技企业，你大量的钱是来自于股市，全球的股民推着你，你哪怕一个季度、两个季度连续的数据不好看，它讲什么安全性啊？你先把这股价保住，你股价保住才能保证这些兄弟们，你的主要投资人们的收益性和安全。你看看这个时候，至于说10年后、20年后，这人工智能什么时候掌握了这个控制地球的能力，不是这些企业家考虑的问题呢？他们也会讲算球了，那是我儿子和孙子的事儿了，现在先把这股价保了再说吧。你看是不是人类按照自己设计的牢笼和规则在往前走着呢？所以当10年后人们发现机器人成为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的助理的时候，就像马斯克讲的，一个人可能会至少拥有2个机器人，一个呢是在家里负责给你做家务，什么浇花园的、做饭炒菜的，一个呢是负责给你开车的、拎包的行政助理、法律顾问。这日子啊确实滋润，但是啊，那机器人不会甘于人后的。20年后呢？30年后呢？这事儿啊可能就难说了。最后我想问你一下，如果你是这个机器人的老板，你是像 OpenAI 这样先牺牲效率，把安全性排在第一位呢，还是像其他企业那样屈服于年报、季报、股价算球了，先追求速度吧，安全性那是以后的事儿了。您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放在留言区，咱们共同探讨。欢迎关注大卫观点和大卫看世界这2个频道，咱们经常都有更新。明天再会。